母亲为了让智障儿子情商开窍，每天都准时在他碗里下猛男药，甚至儿子在撒尿也不能耽误了喝药。最终在母亲坚持不懈的喂药后，傻儿子也确实开了窍。晚上，阿伟在酒馆喝得酩酊大醉，就在老板娘让他给母亲打电话来付钱时，一个女孩走了进来，而她就是阿伟的心上人。一见面，阿伟就想邀请她去健身，女孩同意了，可他妈不同意，推着女孩就让她去写作业，而阿伟直接被撵了出去。回家的路上，酒劲儿还没过的他，刚好看见了一个女学生，于是阿伟跟在女孩后面，满嘴都是调戏的醉话。女孩吓坏了，转身躲进了黑巷子里，还朝阿伟扔了一块大石头。这下阿伟清醒了过来，他吓得一路小跑回了家，抱着母亲安心的睡了。可就在第二天，那个女孩就离奇的被杀害，还挂在了楼顶的栏杆上，没人知道女孩是怎么死的。警察在简单排查了现场后，就把目标定在了智障阿伟的身上。母亲看到后极力阻拦，不过阿伟还是被推上了车。母亲一直追着警车不放，因为她知道儿子是无法为自己脱罪的。果然，当阿伟被带到审讯室，警察让他咬住一个苹果，然后再一脚把苹果踢碎，以此来恐吓阿伟，最好老实交代，不然下场就跟苹果一样。阿伟被吓住了。这时又进来2个警察，他们拿出了此案唯一的物证，是一个写有阿伟名字的高尔夫球。面对警察的询问，智障阿伟什么都为自己辩解不了，最后只能假装识字的样子，在认罪书上按下了手印。母亲前来探监，问阿伟为什么要认罪，而他却表现得极其淡定。或许在他心中，杀人的罪名可以让自己看起来更厉害些，所以不是他杀的人，他还是认下了罪。第二天，警察带着阿伟还原案发经过，全镇的人都跑来看热闹，母亲也从人群中走了出来。阿伟在警察的指引下，用石头砸断了假人脖子。假人被带到楼上时，阿伟摘下口罩，还笑着跟心上人打招呼。此时的他还为自己成为焦点而感到自豪。在警察不断的纠正下，阿伟彻底还原了一场杀人过程。而此时母亲则挤在人群中，边发传单边喊儿子不是凶手，他是被冤枉的。虽然人们都能看出来这傻子不是凶手，但也没人愿意挺身而出，到手的传单更是直接扔掉。见没人帮自己，母亲又花了大半积蓄请了全国最好的律师，本想着能在儿子这边多了解一些情况，可阿伟就算拼命的揉太阳穴，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。最后律师不耐烦的走了。等到母亲再次找到他，律师左拥右抱的说道，不要管你那傻儿子了，我可以帮你拖关系，最多让他判个4年也就没事了。那一夜，母亲喝了很多的酒，她终于明白，像他们这样的弱势群体是没人愿意帮助的，所以接下来她只能靠自己。男人慢慢脱掉女孩的衣服，全然不知朋友的妈妈就躲在衣柜里偷看。等到2人熟睡之后，女人才猫着步子走出来。这几个小时对上了年纪的她来说，每分每秒都是煎熬，即使腿部已经疼痛难忍，她也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可就算她再小心，还是打翻了一个水瓶，洒出的水渐渐地碰到了男人的指尖。好在刚健完身的大壮睡得比较死，这才让他逃过一劫。原来女人的智障儿子不久前因为杀人被送进了监狱，但她一致认为儿子是被冤枉的，因为大壮经常让儿子阿伟替他顶罪，所以母亲才偷偷潜进大壮家，并且还真让他找到了一根带血的球杆。这下终于可以证明儿子的清白了。不料警察并没有将大壮抓起来，反而都在嘲笑这个母亲的愚蠢，因为球杆上根本不是血迹，只是大壮女友的口红印。母亲惭愧不已，但大壮并不打算放过他，当晚就跑去他家打扑克，还张口就要5000块作为这事的赔偿。没办法，母亲只好拿出了所有积蓄，并承诺剩下的会慢慢还。临走时，也许是大壮看这个母亲太可怜，就告诉他可以去调查下女孩身边的人，因为谁都知道那女孩人际关系挺乱的，说不定会是情杀。于是第二天母亲就找到女孩闺蜜，可还没等她询问，闺蜜就被2个小混混堵在了墙角。母亲见状立马砸碎酒瓶，成功引起路人的注意，把闺蜜救了下来。闺蜜告诉母亲，刚刚那2个人是在找女孩的手机，而她只知道女孩的手机中有一些很震撼的照片，具体是什么她不知道，也不知道手机在哪。母亲知道找对了方向，就偷偷跟踪那2个小混混，还打电话让大壮来帮忙。大壮2脚踹下去，混混就什么都说了。原来女孩1年时间就交了300多个男朋友，而代价仅仅是1袋米或1瓶酒，并且每次都会拍下那些人的照片。这2个混混也在其中，他们怕照片会给自己惹来麻烦，就想找到手机删除了它。听完这些，母亲意识到杀人凶手肯定就在这些男人当中。她找到女孩的奶奶，给了她一些钱后，奶奶就从米缸中拿出了手机。而此时狱中的阿伟突然开始疯狂喊妈妈，因为他想起来那晚女孩在他前面走，而旁边角落里还藏着一个老头。母亲立马拿出照片让阿伟一张张辨认，老头果然在其中。母亲也刚好见过他，是个收废品的。于是母亲为了收集证据，假装义工来给老头针灸，结果老头却主动跟他说起了那晚的事情。女孩放学回家，身后却跟着一个傻子，他不仅痴汉尾随，嘴里还不断说出调戏的话。女孩被吓得躲进了黑巷子里。阿伟怕黑，本打算一走了之，不料女孩搬起石头朝着阿伟就砸了过去。起初阿伟并不想理会，谁知女孩又喊了一句：
听到这话，阿伟搬起石头又把它还给了女孩。因为母亲曾告诉他，如果有人骂你白痴，那就狠狠地打回去。不料石头刚好砸到了女孩的头，看着鲜血流出，这让阿伟慌了。他赶紧把女孩拖到楼顶，以为这样就有人可以发现他，然后救下女孩。阿伟能想到的只有这么简单，而这一切都被角落里的老头看得一清二楚。他把这些都告诉了阿伟母亲，母亲肯定是不相信这些的，可接下来他却不得不信，因为老头竟然还模仿出了阿伟揉太阳穴的动作。母亲瞬间瘫倒在地，原来人真是儿子杀的。而这时老头就要给警察打电话说下这事，以免他们把杀人犯放了。此时老头还不知道这个女人就是杀人犯的母亲。只见母亲拿起扳手，狠狠砸向了这个目击人。为了掩盖儿子的罪行，她硬生生把自己也变成了杀人犯。老头死后，母亲点燃房子毁尸灭迹，随后就像个没事人一样的回了家。没多久，警察就找上门，不过不是来抓母亲的，而是告诉他阿伟很快就能出狱，因为杀害女孩的真凶已经抓到了。母亲有些诧异，她想见见这个为儿子顶罪的人。当她来到监狱看到真凶后，彻底破了防。原来他和阿伟一样，也是个有智力缺陷的孩子，并且无亲无故，而现在只有母亲知道他不是凶手。不过他为了儿子，还是什么都没说，亲眼看着他被送进监狱。阿伟出狱这天，一向宠爱儿子的母亲并没来接他，也从那天开始，母亲再也没有笑过。不过阿伟丝毫没察觉到，甚至还在母亲面前分析，说凶手把女孩拖到楼顶，或许是想救她。这无疑又让母亲陷入了深思。他怕儿子慢慢的就会想起一切，于是为了躲避这些，母亲准备带阿伟去旅游散心。可在临行前，阿伟递给了母亲一个针灸盒，这正是那天母亲遗落在老头家的，上面还有烧过的痕迹。原来阿伟出狱那天还去了那片废墟玩耍，捡到了这个盒子，这是唯一能证明他杀人的证据，现在却被儿子当作礼物送给自己，母亲再也绷不住了，跌跌撞撞地走出了候车室。影片最后，母亲呆呆地坐在大巴车上，看着其他乘客欢声歌舞，自己却被痛苦的回忆折磨。于是她从针灸盒里抽出银针，往大腿上轻轻一扎，母亲就仿佛忘掉了所有苦楚和生活的不堪，加入了这些中年妇女们的舞蹈队伍中。是啊，人生有着太多事情，我们都无能为力，也许选择遗忘才是最好的结局吧。